不是说是个寒潭吗？水温竟然刚刚好。好久没有这种度假的感觉了。我竟然能出神识了！看来那个丹药果然有奇效。就知道臭美，回去就抄香。怎么过不去啊？那边危险。我也比先府还要凶险。我为你的神识设下了防护结界。哦。不过这感觉怎么似曾相识？自然。当时你中了魔毒，喝了我的血，又吃了血凝花，涂进花神，也曾这样神游过。我之前偶然进了我的灵府，发现里面有你的血凝花。为什么？你慌了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？我没有。你忘了，在你情绪激动的时候，我偶尔能听见你心里在想什么。你现在正在告诉自己，稳住，不要慌。或许你能感受到，就算是你在疏远我、憎恶我的时候，也会下意识地亲近我、依赖我。因为你的灵府里还开着属于我的花。我们之前是怎么相处的？就是这样。就哪样？就是你想的那样。我什么也没想。我们已经，过了吗？什么？你明白的。我不明白。你进入过我的灵府吗？经常。怎么回事？脑子里竟然有画面了。不行，不能乱想。他好像能听到我的心声。
可是我以前的记忆一点都没了。其实你有的是办法帮我恢复记忆，对吗？嗯。那你为什么不那样做呢？那样不是能更快地达到你想要的结果吗？的确，但是你有你的步伐。如果我一直想不起来呢？无妨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可以重新开始。冷静。不还。成功了。从哪儿找起呢？其他的事情可以慢慢了解，先知晓我跟兄长的往事就好。司马江，你个卑鄙小人！你竟然让这魔域的贱妇来杀我！你以为你们可以长相找死！你的情必将受到这天道的斩断！我同姑姑的记忆完全不同，难道果真是我杀了兄长了？而且兄长那般辱我，似乎并非是我的家人，他才更像我的仇人。那我一直以为的真相其实是颠倒的，我并非是家人，我那个爹其实一直在联合姑姑骗我，为的就是利用我来对付司马教。那石前度的死，也许是石家人计划中的一环。师祖，回来了，石仙里找到了吗？师祖恕罪，弟子没能找到他。我带人将魔域都翻遍了，可还是不见他的踪迹。不过，弟子在一处民宅内找到了诗仙侣曾经藏身的足迹，但线索也就在那儿中断了。遍寻不见，定是有人在暗中助他藏身。可施家现在已经众叛亲离，还有谁会帮他？自然是不希望我好过之人。是谁这么有眼无珠？我们师祖现在可是明之所向。按照师祖的吩咐，我这一路上还解救安顿了不少仙府之人。
我还听说了好多关于师祖统辖魔域有道的称赞。要这些虚名有什么用啊？那师祖的意思是，得天下，不如得一人心。红罗已经复生了，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？谢谢师祖，那弟子先行告退。一夜之间，我竟变回了先前模样。一夜之间，仇人变恋人。红罗，你说我之后怎么面对司马娇啊？我拿他当恋人，还是道侣啊？哎呀，这也太快了吧！你不是都已经确认身份了吗？直接上呀！我又没有之前跟他在一起的记忆，怎么再续前缘啊？先从谈恋爱开始吗？你在这纠结，还不如直接去见他呢。不过我建议你去见他之前，先焚香沐浴一下，然后换身衣服，给自己捯饬捯饬，再去。入灵，入灵。你是黑蛇城主啊，入灵，我回来了。入灵，我，你是不是想说，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入灵？是你曾经的良人。是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我信。真的。然后呢？然后，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认识你了。难道你还要求我跟你再续前缘？那你告诉我，那日在胭脂台，你有意在我面前歌舞，后来又去房中找我，又是为何？那当然是为了吸你的修为啊，不然呢？算了。那天的事就别提了吧，毕竟也算是我的忌日，并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。入灵，对不起，是我没能好好保护你。这不怪你，毕竟咱俩也没什么关系嘛。我呢，已经和从前那个叶入灵毫无关系了，所以黑城主，你也不要对我念念不忘了。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嘛。哦，对了，我现在的名字叫红罗，你可别叫错了啊。不是说是个寒潭吗？水温竟然刚刚好。
你向来喜爱精致之物，这些灯是我把它搬过来后新添上的，你可喜欢？哦，魔域的东西都讲究实用，极少见到这么美的。你若喜欢，我便每日为你点亮这些花灯。好漂亮啊！这花灯好像漫天的星星。喜欢看繁星？嗯。好美啊！我好久没有看到过流星了。这塔着实适合观景。这塔原先在三圣山，被我搬到这里了。看来你很喜欢这塔。是厌恶，他求了我500年。500年？那你为何还将它搬来这里？你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过，这里有你的气息。差点忘了，我自己只是个替身。他做的这些，都不是为了我。这地方是不是少了点什么？我要杀了你！你女人死了关我什么事？虽然是我的力量，但又不是我杀的，是你自己傻算计别人，结果不小心把她给烧死了。你就知道怪在我身上。你不痛，我还痛呢！大猪蹄子，王八蛋！这火苗骂人的口吻，怎么跟我有点像？闭嘴！你把这个女人找回来了？我让你过来给她浇水，看她开血凝花，你便叫她乱说话。你这个臭女人，坏女人！怎么知道了真相还在搅？比起你这簇只会吐火星的小邪恶势力，我肯定要向更邪恶的祖宗势力低头嘛。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血凝花，我教的。这躺椅怎么这么像我的风格？你还挺会享受的。你教的。原主也会敷面膜吗？不过这些年，我倒没这功夫这样摊着敷面膜了。这有什么用？保持肌肤水润呀。我曾经在失去你时，独自登上过这塔。
恍惚间觉得，过去这10几年，比囚在这三圣山中的500年还要漫长。清醒一点，他做的这些都不是为了你。我们之间曾经有过很多回忆，他们都真实的存在于这里。不会改变，也不会消散。其实我并不是你口中的廖廷琰。你我曾同生共死过，我怎会认错？这些都不重要，你可把今日当作我们的初遇。从今往后，我会给你重新制造属于当下你我的记忆。你可愿意？那我们这个充满花灯与繁星的初遇，还挺浪漫的。别人再厉害的伤口，经过治疗都会好，怎么到了你这儿这么难以愈合？得到的越多，付出的代价便越大。好吧，本来想当做见面礼的。当羡慕一念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一谎言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，风月醉。师祖，我专门打的蝴蝶结，是不是很可爱？是你啊！我还以为不对，我看到他理应更紧张，怎么反而觉得放松？是因为原主的身体还记得他吗？他看起来好像一只伤心又无害的猫。是千里弄的。这不是你弄的吗？之前在太微山的时候，你放火想要烧死我，那次留下的这个疤，偏偏是灵火烧的，去也去不掉。不反驳的话，
看来是真的。我从未想过伤害你，可你的确是因我而伤。婷妍，在过去的这些年里，我时常深陷梦里，可梦里从不曾出现你的身影。后来我才知晓，最可怕的，并不是死亡本身，而是它所带来的离别。不好意思，我觉得我们的关系还没有这么近。哦，这个盒子是什么？快别知道。送我的？这个脚镯是我亲手做的，喜欢吗？这个脚镯是用来困住我的吗？它是用来保护你的，那外面的结界是怎么回事啊？也是如此。如今，你有了这法器，外面的结界便无需存在了。这个防御脚镯能抵抗所有人带给你的伤害。所有人，也包括你吗？可是，灵火能烧任何东西。世间有什么防御法器能抵御住灵火的灼烧？它能。18年前的事，不会再发生了。那我岂不是可以横着走了？那谢了。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是愿意相信我的。他对我身体的原主，是不是有点太爱了？你的伤还没好啊？不值一提。师祖，师祖您还好吗？是不是体内的灵火又有了异动？石千缕找到了吗？
被他跑了。那你回来做什么？师祖，你看，叶如灵，她就是红罗。师妹，尸魂是那2人杀害的那位姑娘。她竟也到了魔域。师祖，您知道吗？胭脂台的人说，他们是在阴阳湖畔找到的她。他们还告诉我，她的身上还带着我赠予她的长哨。师祖，我好不容易才有了她的消息，现在又立刻失去了她，我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她了？红罗已重新脱生，还是你护的法？真的吗？我为那祭魂脱生者护法的时候，只发现了一捧骨灰，却不知那竟然是他。不过，我劝你也别高兴得太早。我在为他行祭魂术时，发觉他的神魂损坏残缺，恐怕属于叶如灵的那部分记忆也难以找回了。师祖的意思是说，到时候他也不一定记得我，对吗？还会将你的心意视之如草芥，让你备受煎熬。虽然师祖说的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，但你说的话让我的心真的好痛。只要他还活着，无论你的心多么刺痛，都要忍着。师祖说的是，只要他还活着，那就是最重要的事。快走，跟上，快点儿，快走，快点！兄长，我们前有魔域的人追捕，后有司马萧在追杀。如果廖廷烟再不动手的话，难道我们就这么坐以待毙吗？避开那堆鬼石。快点！见过国师，例行检查。车上什么人？兄长，走吧。是。此人曾是仙府的掌权人，也是有几分谋才的，如今沦落至此，甚是可笑。国师啊，你为何要放过他呢？听说廖廷彦这18年来认贼作父，
一直以为施千旅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他也是最了解廖廷彦在仙府经历之人，留他一命，或许哪一天能为我所用。哼，只是不知道他是否会领情啊？何须他领情？待他穷途末路之时，自然会放下身段。盯紧他的动向。是。幸好他们没有看出来，我们是仙府之人。他是魔域的国师明离，他的修为不至于看不出你我的身份。那他们为什么要让我们离开呢？也许他另有所图吧。哎，那男的，站住！你怎么还不离开啊？是你的师祖说，我可以留下。哼，我告诉你，那是因为我们师祖对庭燕疼爱有加，你才能苟活下去。你必须要夹紧尾巴做人才是。怎么还敢如此大摇大摆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后不许你再出现在庭叶面前。可以啊。但阿燕就爱吃我做的吃食，吃不到便会闷闷不乐，不得安眠。到时候伤了她的身子，谁来负责？你是说，他非你不可？看起来是的。你对他来说太过危险，我要陪着他，替他防备着你。他与我已是道侣，你不过是个跳梁小丑。暗火已种下，如今便只等那烛火的东风了。夫人，失事重地，不可入内。你若在此处感应到凤山灵火的下落，立即禀报于我。是。司马娇死便死了，可此事会不会波及庭燕的安危？谁？出来！这里没有旁人，你出来吧。树林，你不在房间藏好，跑来这儿做什么？你都好几天没来见我了，我就想来见见你。我这2日实在是事务繁忙，不得空去看望你。没事啊，我是想着，我也该去找师祖他们了。那你打算何时动身？那当然是越快越好了。只是什么？只是我舍不得你。可是现在，施家和8大宫的人都在到处寻找师祖，你这般堂而皇之的出现在我殿中，你不怕自投罗网？你放心，他们那帮人才找不到我呢。而且还有你在，不是吗？
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我真的就是想要在离开之前多看看你，多陪你说会儿话。况且我晚上睡觉都不占地方的。你看那边那个房梁，那根柱子，我睡哪儿都行，我哪儿都能睡。所以你能允许今晚我留下来陪你吗？师父，别赶弟子走。你这是答应我了？啊？你答应我，那好，我今晚就睡在那儿，我发誓，绝对不会打扰到你休息，绝对。不行，今晚你给我乖乖的藏到房里休息，不许到这里来。啊？或者我去你房里睡呢？苏黎，你的眼睛亮闪闪的，好漂亮啊！不错，学会夸奖他人，也是做人的一种能力。真的吗？那我再多夸夸你，你的学会适可而止，也十分重要。哦。今天好热闹啊！是啊。令川，我听说你是同你兄长一起来的陈学府，怎么线下没见着他人啊？兄长他另有要事要做。哦。听说你在课上害我表兄出了丑。你表兄？嗯。他说的是前几天被我扎了屁股的齐姓弟子。家人们，咱们算账也得摆事实讲证据，是不是？不能光凭听说就来找我麻烦，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些？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确实是我考虑不周。你把我当家人，我去。哎，没事儿，我不往心里去。那谢谢您，不客气。你怎么反向他道谢了呢？啊？哦。我说，你们夜游宫的人，怎么也要来我们庚辰仙府求学啊？我看你的灵根也不怎么样嘛，这要学啊，也学不到什么，不如早早的找个道侣，依附着算了。对，你说的对。你今天过来，难不成就是来找道侣的？可惜啊，在座的同道中，都是你高攀不上的。你最好啊，有自知之明。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
你少装模作样。你要是不服，咱俩可以比试比试。不了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何况你说的句句在理。这跟你这种人说不清楚，你好自为之。不是说永令春是个暴脾气，一点就爆吗？怎么跟个面人似的，说什么都没反应呢？就是，说的是永令春，又不是我廖廷艳。哎，你们可知今日内府发生了一件大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是啊。听说师祖大发雷霆，杀了不少人，只是因为他喜欢的一个女子给他吹的枕边风，掌门还想要替他隐瞒此事呢。听说啊，师祖和掌门还因此发生了争执，如今正在白鹿崖闭关不出。上面肯定是把真实情况掩盖了。我以前还以为啊，师祖出关，我们庚辰仙府会更加强盛。哼，现在看来，有这个师祖，还真不是什么好事。嘘，师祖修为极高，而且是司马一族仅剩的血脉，随性些也很正常。诸位又不是没有读过庚辰史，师祖可是庚辰仙府的顶梁柱，是值得我们尊敬和膜拜的前辈大能。是啊，若有机会，我倒愿意为师祖效力。是的啊，若是你们知道自己和师祖同窗，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得是什么心情啊？虽然如今那位咱们几位加一块，可惜啊，我现在也不能随时看到司马教了。这些鱼别都烤了，给我熬个汤吧。你要吃啊？我自己抓的鱼，我不能吃啊。能，是什么让不爱吃东西的祖宗开口要吃了呢？是你这能美容养颜的鱼呢，还是我这个咸鱼呢？脱嘴。人间美味，不对，仙界珍馐。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鱼啊？外表酥脆，内里软糯，又鲜又香。你的汤好喝吗？你自己尝。简直好喝的舌头都要掀掉了。好喝。它应该登上舌尖上的仙府，能让不爱吃东西的祖宗都觉得好吃。原来是因为这里的食材真的很好，我随便这么一搞都这么好吃。明日我要继续出门，用你的话说，就是搞事业。此行需费些时日，你要是有任何想带的，随时跟我说。你放心吧，我还有你给我的流光镜，你安心去搞事业吧。那司马交在暗，而我们在明。想找他，实非易事。师掌门，您最看重的云空镜湖中的鱼，被人大肆夺了。什么？是何人所为啊？这是那贼人在湖畔剩下的。这是庭燕极寒之体的痕迹，看来他的修为比从前更进一层了。我的鱼，
哎呀，咱们这个庚辰仙府是越来越乱。师掌门，你的这个运灵飞鱼自己都舍不得抓吧？鲜少见你跟我们大家分享。哎，这下可好了，哼，被一个无名的毛贼给偷了。唉，这形势如此乖张，谁呀？司马娇？哎呀，他司马娇不好好养病，跑你眼皮子底下来偷鱼。我们八大宫现在正在全力寻他，如果真是他做的，那这份自信也未免有点大了吧？就是嘛，这运灵飞鱼吃了对养伤也没有太大作用。他司马娇脑子要是清醒的话，也绝对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到你这儿来抓鱼啊。就凭他的个性，着实也难说呀。如果是司马娇为了廷宴才去云空境，你快坐。怎么样？我只是一点小伤。你的伤都还没有恢复，你怎么突破封印的？当时在小结界中，你明明告诉我需要八大宫中有人助你，才同意让我去说服入灵的，不是吗？叶如灵只是个幌子，真正助我之人是袁彻。万一他背叛了你，或者帮不上忙怎么办？岂不是更危险了？救你之时，没有万一。明知道是龙潭虎穴，明明打不过他们，还要为我犯险。谁说我打不过？打得过，打得过。没想到你已经学会跟人合作了。他能助我，已经是他三生有幸，缘何合作呀？那你以后要学着多找人帮你。可是既然已经有了袁彻作为接应，那为什么还要让我去说服入灵，还要特地放那么明显的飞跃？为了不引起石千里的怀疑，我需要找一个情理之中的人，混淆视听。原来入灵是袁彻的挡箭牌啊！他可是我的朋友。我忘了，我跟他已经不是朋友了。丢了个本不诚心的朋友，有何烦心？你又没交朋友，自然不会懂这种心情。你迁怒于我，抱歉。我最近不知道怎么着，心情老是很烦闷，想到入灵这事儿就更烦了。我烦到胸口发闷，就跟堵了一团气似的。你最近时常感到烦闷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没有源头的很烦。先解决你这一身伤，再解决你的烦恼吧。又去谁家宝库打劫啦？来，快把这个吃了。感觉身体暖洋洋的。你还有多少伤？这儿，还有这儿，好多伤。
方才是我处理的太轻了。如果知道那些东西这样伤你，就应该让他们死得惨一点。好啦，别生气了。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脱险了。今天的事情，让你害怕了没？不怕。都这样了还不怕？那我应该说害怕吗？你看，你的伤口愈合的还不错。可是我还有好多内伤呢。其实，还有一种方式，可以让你的伤势恢复得更快，就像当初你治好我那样。哦，你说的神交啊？不止这些。你在做什么？我要被烧死了！这就是我日日夜夜在承受的灼烧之痛。你不用怕，有我在这里，以后不会有任何人能伤你。这样的疼痛也不会再有。你若是疼痛难忍，可以向我倾诉，不需忍着。下一次若再向这般受伤，我就杀了。让你也舍不得。你的真理告诉我，你心疼我。